末法时代啊，每天都有魔法新闻发生啊。昨天，杭州市安全局发布了一个新闻，说有个叫马某某的勾结境外敌对势力，煽动分裂祖国，妄图颠覆政权，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，然后对这个人呢予以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。这个新闻在转的过程中间呢，就被有一些媒体转成了马某，本来是马某某，转成了马某。这下可不得了了，股市上的阿里巴巴的股票应声下跌了10%，大家都在传言，都认为这个马某其实就是那个马某。至于哪个马某，您肯定比我知道，就是那个马某。但是这个其实你也不能怪人民群众，我在想啊，就是为什么他们说马某某的时候，大家就没有想到另外一个马某某呢？而一说到马某，他就想到了马某呢。你也别怪人民群众，人家捕风捉影，是吧？那是因为最近2年以来啊，这个马某啊，确实是一直在挨社会主义铁拳。比如说蚂蚁金服上市，是吧？1年半以前已经发行了，又被紧急叫停。叫停了之后呢，这个又有几家中央各个部委的联合工作组进驻蚂蚁金服开始调查。再之后呢，调查之后呢，蚂蚁金服彻底上不了市了。还没完呢，就我这次回国的时候，我也听到了一些这个很确切的消息啊。比如说过去啊，阿里集团投资了很多媒体啊，国内的和国外的全都有。那么一声令下，那么这些所有的投资媒体的阿里的股份要全部退出。你比如说香港的南华早报，原先就是阿里投资的，现在已经完全退出了。还有国内的那些媒体的名字我就不提了。还有你比如说对蚂蚁金服，那么蚂蚁金服也投资了很多其他的企业领域啊，比如说包括这个保险啊、银行啊、信托啊这些企业，有关部门要专门找他们谈话，要求限期之内把蚂蚁金服的股份退掉。那么这些到底是出于监管需要，还是另有原因呢？那有关部门肯定是认为这是监管需要啊。但是在我看来，肯定不仅仅是这个原因，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跟马某这个人呢不自量力有关。大家都知道这个蚂蚁金服在上市之前，这个马某啊搞过一次公开的演讲，当时那听众在下面啊都是一些银行的行长、各个部的部长。马某在台上大放厥词，说什么银行啊就是当铺。就咱们中国的银行啊，要让这些银行们呢，就是要放弃当铺思维。中国的金融监管啊，就是没有监管啊，就是这些话啊，态度是非常嚣张啊。那次讲话完之后不久呢，这蚂蚁金服就完蛋了。有人是说马云是因为这次演讲啊，马某啊是因为这次演讲啊，那导致了蚂蚁金服这个上市失败。也有人说呢，其实这次演讲呢是为了挽救蚂蚁金服的命运，马某做的最后一搏，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。但总而言之，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，就是马某的这个行为跟蚂蚁金服之间的遭遇肯定有某种因果关系，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，至少我们现在的人民群众都是这么认为的。那么这个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我说的，在中国，虽然说啊，我跟你说，虽然说马某人他一些话啊，我也不完全赞同。比如说他说银行就是当铺，其实这话实际上是可商量，因为其实银行从本质上来讲啊，是对风险的定价，就是说你能够确定风险的价格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信息撮合，才完成了金融服务，最基本的金融服务啊。但是由于在互联网前期时代之前呢，银行实际上很难找到这个风险评估体系的这样的工具，所以说要抵押物这一点呢，这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，马云的支付宝啊，他掌握了大量个人的所谓的消费信息，还有其他的信息啊，在这些信息分析的基础上，他可以对一般的人的消费习惯进行分析，也可以对你进行信用等级的评价。当你信用等级到一定程度之后，
他甚至可以不需要抵押，他就可以给你贷款。这当然是互联网创新了，这当然也是这个金融创新了。但是你不能否认，此前的银行其实它也是以本质上来讲对风险进行定价的企业，只不过它没有便利的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而已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就是马某人说话啊，他说的对和不对，和他该不该受到他今天这样的一种惩罚，我觉得这是两回事。马某人他可能说的话是错的，但是呢，他这种错误违不违法呢？如果违法了的话，他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接受惩罚；如果他不违法，有些人即便听着不舒服，即便是错的，他也不应该受到那么大的惩罚，付出那么大的代价。这才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世界，对吧？但问题现在是什么呢？马某自从那件事情之后，基本上也就消失了。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，是吧？没有马云的时代，哎，没有马某的时代，哎，只有时代中的马某。那过去马某经常出去演讲啊，金句不断呢，后来也不敢讲了。湖畔大学也完蛋了，本来要到东京看奥运会也不来了，为什么？怕呀。所以这个新闻之后，我发了一条推特说啊，在中国啊，是个人就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。你就是贵为马云啊，不是马云啊，马某，我老是把这个马某说成马云，其实不一定是马云，就是马某，你也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。你想想，这个国家里头到底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呢？普通人就不用说了啊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种感觉，确实没有。你说法律规定的那些犯罪行为咱不说了，法律规定的你的应有的权利，有的你敢行使吗？比如说结社自由，你敢去结社吗？比如说你敢随便议论某某某某吗？某某某某吗？你敢吗？你要是议论的话，你看看是不是有人来找你。所以普通人呢，确实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。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啊，我父母晚上在说话的时候，那时候家里经常会来一些客人，大家凑在一起聊天嘛，聊着聊着，我妈就会说小声点，别让人听见。为什么怕别人听见呢？听见之后就有可能被抓起来反动，对吧？说的话反动。也是作为普通人是没有最基本的免于恐惧的自由的。那么作为企业家有吗？你别看他们平时这个出门私人飞机是吧？回去之后在一个企业里头这个一言九鼎，但同样没有。大家看看那孙大武是吧？这孙大武这几年前，当时非洲猪瘟这爆发的时候啊，他们那个企业还有好像有几万头猪，然后一夜之间就得了非洲猪瘟。死了之后呢，当地政府不认的话，他就拿不到补助。这个时候他就给我发私信，知道吧？他是希望我能给他转发一下。我当时在新浪微博还没有封杀啊，我就给他转了一下。转了一下之后呢，他那个问题就解决了。那我也不知道啊，他这个倒霉啊，这个跟他跟当地政府之间的这种冲突有没有关系？但总而言之，我想说的是，就是作为企业家，如果你要是跟政府过不去，你同样没有安全感，是吧？那你以为那些高官显贵们他们就有安全感吗？一样没有。很多人晚上也睡不着觉，虽然他在我们面前飞鸿跋扈啊，就跟那和珅，你觉得和珅有安全感？同样没有啊。换一任皇上的时候，立刻就把他杀了。那皇上有安全感吗？皇上同样也没有安全感。那为什么古代的皇上会杀太子啊？那太子是他自己的亲儿子，是吧？当权力成为一切规则的源头的时候啊，其他的东西啊，就都退而求其次了。所以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？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间，什么东西在权力面前都不是事儿。也就是说，没有能够约束权力的力量。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现实。或者我们用规范一点的词，就是说，在权力之上没有规则，权力之下或许有规则，但是面对权力的时候，规则也就不是规则了，
在权力之上更谈不上规则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约束权力在肆无忌惮的扩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管你拥有多少钱，不管你拥有多少资源，你一旦有一天你得罪了权力，你就等于零。这不就是马某在今天社会现实中面临的悲剧吗？为什么人民群众看到马某两个字就想到了马某呢？不是他已经看到权力的影子在他头上天天晃来晃去吗？所以我个人觉得，马某要是哪一天被抓起来，人民群众也不意外。当然了，话说回来啊，其实很多人也不必为这个现象而高兴，而幸灾乐祸。我看微博上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啊眉飞色舞的传马某倒霉啦，马某怎么样了。要知道啊，一个社会中间，如果富人要倒霉了，那么穷人的末路也就不远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富人跟我们穷人比起来啊，他们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，拥有更多的保护自己的手段。如果他们都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，你想想我们穷人要面对权力侵门踏户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什么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呢？我们要追求的社会啊，不是一个富人倒霉的社会，而是一个富人和我们穷人都一样免于恐惧的社会。当然啊，这条路还很长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只能祝愿马某、马某某、某某某某、某某某某某某都能够平安。